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知道315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就是抓骗子、打假的日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15这天被西方捧为座上宾，西方称之为民主及人权卫士的郭文贵被美国司法机关抓起来了。这还不算，美国政府从21个不同的银行账号中没收了郭文贵涉嫌欺诈所取得的其中 6.34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4亿，折合新台币194亿。被抓后，他的位于纽约曼哈顿上东区当年花了6750万美元买来的豪宅起火了，原因不明。相当诡异的是，当时美国特工 FBI 还在这栋公寓里面办公，应该是搜查取证。出现起火是否有毁灭证据之嫌呢？美方为了充公郭文贵的诈骗得来的财产，是不是故意放火烧了这物证呢？还是与郭文贵密切来往的人员，他们做了什么手脚？目前不得而知。据外媒称，郭文贵是2014年从中国逃到美国的，有的外媒也说是2015年，有的也说2017年，反正就是那几年了。他是受到中国红色通缉，而且国际刑警也配合的啊。到美国后，他就花费了前面提到6750万美元，买下了有15个房间，位于纽约上东区的18楼上面的豪华酒店公寓。德国媒体《世界报》说花了8000万美元，反正呢就是天价了。不过2022年2月的时候，他的酒店式公寓挂牌4500万美元出售，可是无人问津。随后呢，这个挂牌价格降到了3250万美元，与当初他花的6750万美元相比，现在3250万美元，可以说这个价格是腰斩还不止啊。估计他当初去美国的时候，对美国不了解，对美国纽约的房地产市场也不了解，所以购房的时候被坑了。郭文贵于3月15日在纽约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他与同案的于建明策划复杂的投资诈骗计划，由此从他成千上万的粉丝中诈骗至少10亿美元。美国司法部指控郭文贵涉嫌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以及洗黑钱等11项罪名，而同案于建明还被指控妨碍司法罪，被控犯下全部罪名。在美国12项罪名最高刑期叠加起来可以达到215年，所以据此推算，郭文贵的刑期在美国可能高达200年左右。而同案那位拥有英国还有香港双重身份的于建明，目前仍在逃。美国司法部起诉书提到，他的被骗粉丝在中国问题上与郭文贵的三观一致，也就是说，他们处在同一同温层，直接说就是反共。因此呢，倾向于相信郭文贵在关于投资机会上的陈述。我们假设，假如有1万个人，1万个粉丝向他缴纳了智商税，前面提到被骗了10亿美元，1万名粉丝，那就是说每名粉丝向他缴纳了10万美元的智商税。只能说你们这些海外反共的人呢，钱真的不少，真正的是人傻钱多真的我笑死了。这么说，郭文贵割你们海外反华这些群众的韭菜刷刷刷的割。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他割的是你们这些反共分子的韭菜，那他真的是一个爱中共的好人呐。更可笑的是，即使郭文贵被美国司法部门遭到正式起诉，可是呢，他的粉丝在有关新闻下面抗议，为他洗地，说什么美国新闻发布的是对郭文贵的诽谤还有污蔑。这些脑残粉丝甚至还表示，郭文贵在美国被捕是中共长臂管辖在美国进行幕后主使的迫害行为。 Is there any truth to these allegations against him, that he bilked investors, that he lied to people online, all these things? Any truth to that? No truth at all. It's all a bunch of lies. And so I'm one of the GTV investors. We're not the victims of Mao Squad. We are the victims of the SEC, the DOJ, and the FBI.
that has been weaponized by the CCP. And let's also not forget who are the federal prosecutors in this case. Daniel Williams, he used to work for Paul West, which is among the first U.S. law firm to do business in communist China. So they represent the CCP interest into Mr. Mao Guo's case and find out how the CCP has successfully weaponized the DOJ, the FBI, and the SEC. Timing of that is suspect. This fire is suspect. Yeah. Real quick in about 10, 15 seconds. Any word on this fire, Nicole? I have no clue, but we do know is that the CCP wanted Mr. Mao Guo to be destroyed in the U.S. So American people will lose their only hope to take down the CCP in this country. And we know the timing is just so perfect because we're asking the congressional leaders to launch an investigation into Mr. Mao Guo's case and find out who are aiding and abetting the CCP inside the DOJ, the FBI, and the SEC to learn about more truth about Mr. Mao Guo and how the CCP has weaponized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lease also contact your congressmen and senators and urge them to support our request of launch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ose cases. 负责本案的纽约检察官威廉姆斯表示，郭文贵用诈骗所得的款项中饱私囊，包括为他本人还有他的家人购买一座5万平方英尺的豪宅。前面提到，花了6750万美元。5万平方英尺是多少？是4450平方米。我们想象一下，在他的粉丝当中，一定很多在美国什么申请政治庇护的，对不对？这些人不是住地下室，就是跟人家合租。大不了这些人可能在美国就住什么，比如说20平米的地下公寓，或者跟人家合租一张床。对比下，人家郭文贵一掷千金，一买就是一栋4645平方米的豪宅，而你们这些脑残粉丝送钱给他交智商税，一交就是每人平均交1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的指控书还说，他不仅购买了豪宅，还购买了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豪车法拉利，甚至还有2张价值3万6千美元的床垫。我都不知道什么床垫要3万6千美元，有些什么功能呢？我想大概呢，可能就是1000美元的床垫。那3万5千美元，估计呢，郭文贵交的也是智商税。还有啊，为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提供资金。不仅美国司法部有指控，还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也在3月15号那天指控这位郭文贵以及他的财务顾问，刚才前面提到于建明参与了涉及8.5亿美元的诈骗计划。郭文贵为什么能够诈骗10亿美元？当然与他拥有大量的这脑残粉丝有很大关系了。他的这些脑残粉丝是在2017年频频爆料中收获的。当年他接受反共华人媒体的电视直播采访，高调披露所谓多位中共权贵的腐败案，包括王岐山等人。后来他还接受西方反华媒体的直播采访，比如说美国之音，由此获得更多的粉丝。这些脑残粉丝对他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他才能够成功骗得10亿美元的巨款呢。像前面所说的，他骗的应该不是国内的人，而是海外这些反华反共的人。所以对我来说，喜闻乐见。对郭文贵来说，反共是生意，你们这帮他的脑残粉丝给他屁颠送钱，其实交的是智商税。如今啊，血本无归，我只能说活该。他从中国逃到美国，像许多你们这些从中国逃到美国的人一样，只能靠黑中国政府来获得所谓的政治庇护。由于他的高级人设，连美国之音也如获至宝，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西方的宣传机器把他打造成所谓的勇于挑战中国权威的民主自由卫士，甚至德国媒体也对他做了报道。我们可以看，这是德国《世界报》对他的报道，说他是什么民主人权卫士。而现在呢，他从西方的座上宾，从西方的民主人权卫士变成了阶下囚。这个转变
是不是太大了？美国把民主人权卫士抓了，是不是证明美国不民主了呢？另外呢，当下中美关系非常紧张，政治层面是否有某种交易？美国把它利用完了，榨干了它的利用剩余价值，如今它成了美国的弃子，于是才有了从西方的民主人权斗士到如今的阶下囚的蜕变呢。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有个传统，政治上利用你，经济上先给你点甜头，然后呢，通过所谓的司法程序合法抢劫你。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年前呢，中国的电信巨头中兴吧，被美国罚款也是10亿美元。更可笑的是，现在中兴怎么样了？被彻底赶出美国，这个10亿也白交了。就像俄罗斯的寡头他们在海外的命运一样，合法抢劫让西方大发横财，政治上利用你，经济上榨干你，等你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成了弃子。逃到美国，以为自己能够东山再起，过上人上人的生活。确实，过去几年他过的生活确实是人上人，至少比你们这些脑残粉丝要好得多。把他的什么坑蒙拐骗这把戏呢发挥到了极致。他以为呢和西方政治圈一起呢沆瀣一气，用他的话说就可以更换北京政权了。当时逃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时候说，他的更换北京政权计划已经酝酿了28年。更可笑的是，当这个诈骗犯被抓，他的那些脑残粉丝呢甚至大骂美国，说是中共长臂管辖在美国幕后主使迫害他们的郭文贵。我真的想不到呀，中国的能力那么大，竟然呢可以遥控美国的司法机关，而且是遥控敌国啊，美国的司法机关。那中国的能力真是棒棒的啊，比你们那个李教主还威力无边呢。我真的希望这次美方没收的不是郭文贵当年从中国人身上诈骗来的血汗钱，而是从你们这些海外粉丝诈骗得来的6.34亿美元。这样的话真的是大快人心了。我认为啊，在美国混嘛，交点智商税也是值得的。你们现在没钱了，可是呢，你们拥有了民主自由啊，这比钱更重要，对不对？而我们啊，我现在就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内地，我们啊这些处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人呢，等着你们来解救啊！哼，等到什么时候？下8辈子吧。而如今郭文贵人财两空，这也是很多在西方靠出卖自己国家以及政府的你们这些人的宿命。郭文贵呢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主要是他太高调了，诈骗能力太强了。美国岂能让这么一只肥羊也溜了呢？反正你们这些人对美国来说，等失去利用剩余价值那天，现在不宰你还宰谁呀？如果真如外媒所说的，他2014年就逃到了美国，那也就是说他逃到美国已经近9年了。估计呢 FBI 其实呢一直在跟踪他的一举一动，如今证据确凿。从这点来说，我真的非常佩服美国的韧性，现在才收网。其实啊，郭文贵他的政治生命呢还有一个高光时刻。2020年6月4日，他伙同那个家喻户晓的足球明星以及美国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班农，在美国成立了所谓的新中国联邦，他就让这个新中国联邦的临时大总统。不过人家美国可是民主选举的国家呀，你这个新中国联邦通过了谁的选举吗？还是你们几个人在美国纽约一个餐厅里面吃着桂林米粉或者是柳州螺蛳粉，然后呢你们就内定了，比如说郭文贵是新中国联邦的临时大总统，这不是袁世凯2世复辟吗？这是妥妥的独裁呀，这叫你们的主子情何以堪呢？据西方的维基百科说，这个新中国联邦是网络国家。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真的把昨晚我吃的饭都喷出来了。这个网络国家是什么鬼？既然连网络国家可以成立，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成立我意念国家呢？我意念成立一个新美国联邦，一举更换美国华盛顿政权了。我想问问大家，哪位网友有兴趣干呢？我们一起成立一个意念新美国联邦，我当战略顾问和外交部长就行了，总统嘛，你们来当好不好？现在新中国联邦临时大总统被中共长臂陷害了，接下来呢，估计其内阁职务的变动如下：那位足球先生现在作为老二，自动接任新中国联邦临时大总统职务，其余内阁成员不变。我声明啊，因为我对这个新中国联邦了解不深，我只能想出这么几位内阁成员的名字：新中国联邦外交部长余茂春，新中国联邦教育部长袁腾飞，新中国联邦国防部长徐晓东，新中国联邦宣传部长蔡霞，新中国联邦司法部长陈秋实，特聘新中国联邦科技部长李洪志，特聘新中国联邦宗教委员会主席达赖喇嘛。还有据说啊，新中国联邦的护照全球通行，除了中国之外，当然是在网上通行。最后我想说，七哥，您一路走好 ，Rest in peace。钱这个东西，只要多过你不需要的部分，早晚得被弄走。太多的钱都是祸害啊！为什么这些人非要在不到3万多天的一个生命里，要拥有人家1000年的财富呢？这本身就是个祸害，就是个瘤。所以钱花出去的是你的，不花你放在银行里边的，不是啊人到天堂钱在银行，是因为你钱在银行，人必须去天堂。然后你放在那儿，唯一的跟过去不一样，你得付给我钱，不是我付给你，因为我不动你的钱。你想拿那个利息，你的钱就没有安全感，100%的安全感没有。你放在我们这儿就有绝对的安全感，永远不会有人动，随时可流通，随时100%的有黄金保值，数字黄金保值。共产党，你完了！哈哈哈，你动了全世界的奶酪，然后你还威胁了全世界的安全，然后你跟全人类最牛叉的人作战，你不完蛋谁完蛋呐？共产党，你完了！哈哈哈。